你像赵子阳，他不要想就是说我们年轻人了，提一个不同意见，这个对他没有任何政治上的威胁、权力上的威胁嘛？对他当然会对我们这样子。那这个当然对在中国的官场上你很难想象啊，他居高，你这算啊，这个一个普通小民是吧？那这个是另外一个，他就是哪怕是政治有权力有斗争胡乔木挑战他，他照样和风细雨。对，我觉得赵子阳这一点让我非常佩服。总而言之，反正我不到30岁就是讣告职称。对，我去赵子阳班子工作的第一个周末是我29岁生日，确实这是一个特殊的际遇，人生这样一个阴差阳错的一个际遇啊。这些不是你一个人说我多么有才能，我多么能干就可以到那个地方啊，这个完全是因为大时代大环境，还有那领导人。其实我跟着鲍彤干活很高兴，不光是因为政治观点上大家一致，那投脾气嘛，投脾气，不光是做人这个投脾气，文字也是。鲍彤喜欢的就是说这东西要写出来眉清目秀。新从贵州找来一个同事他当时是贵州省委书记，当时是胡锦涛，他是胡锦涛的副秘书长。对，后来胡锦涛当了总书记那办公室主任，据说就是他给推荐的。现在老讲我是13大报告的这个政治体制改革的这个起草人之一，那这个是，但是呢，主要还是他。我为什么一般就是说，媒体问到我个人的经历知道比较多的当然是政改办、赵子阳、鲍彤这边工作的这一段了。你现在讲我在人民日报这一段，我在中国工作的一共有3段工作经历这一段就是人民日报之前，我当过半年秘书在中南海给当时的社科院院长马洪，经济学家当秘书，他当时是国务院副秘书长。兼这个国务院技术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那个时候还没有发展中心。我离开他的时候，他正在搞这个几个中心合并成国务院发展中心。那我一共就这么3段工作经历。这3段工作经历呢，我个人都是感觉都是小气候非常好的。马洪这个人思想很开明，但是呢，我之所以就工作了很短就离开呢，第一呢，就是说我这个人适应不了秘书工作，一天到晚就是接电话、看文件。这些东西，然后帮领导写个官样文章，这个而且他又是经济学家，我经济也不懂，说实话，这个最近一些年才刚刚学了一点，才懂一点点，所以我不喜欢那个工作然后在人民日报那就是这小气候，小气候，你想我们这个评论部，这个范荣康是这么一个开明的心态他自己很有意思。他从1950年代就给人民日报写社论，你想这人民日报从1950年代到1980年代，这变了多少遍？这些社论今天打昨天的嘴巴，对，明天又打今天的嘴巴，自己天天长自己嘴。但是范荣康对这个东西有反省，他说：“哎呀，我是代红。”他每次就说他也都写了，但是他最后反省呢，就是说。这个过去写的不对，过去写的不对，他自己思想相当开放，就他自己天天打自己的脸，他也不在乎。我想他肯定有痛苦，有反省，有反省，但是他觉得他前进了。他认为他前进了。他觉今是而昨非了，对。他认为他总是在不同的阶段代表的进步力量。他有反省，这个另外他也是个对写作痴迷的人89年发生这么大的事儿，对，我被开除出党，开除公职，然后他也因为他89以后也被整，然后呢也因此就早就退休了，那么当然他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罪名了，那其中也有一个罪名是说当年重用我。其实也没什么重用了，我也没升官，也没发财。对，我正好想问您这句呢，就您当年在人民日报评论员有几个像您这样的人？就您当时在评论员里面属于一枝独秀吗？就是我们评论部很小
对，一共有7、8个人吧。这个7、8个人，我想基本上思想都是比较开放的。但是呢，遇到大事以后就变了。后来到了8、9以后，其中至少有1个、2个，那就是完全跟着8、9镇压的调子走的。对，那在这之前，他们和我差别不大，露不出来。差别不大。我想，如果是说有区别的话，他们都是属于稍微老一辈的吧。比如说，我之外最年轻的就是文革前大学毕业的，这个他们当然也是非常认真的做他们这个工作。他们不像我东张西望，一会儿写这个，一会儿写那个。对，区别可能在这里。等于您是北大毕业的，又最年轻的，又笔锋很健，到处都写的，所以我跟他们要说我受重用呢，可能就是因为，我很早就评上高级职称。对，这个我是85年的7月份到人民日报去上班的。对，好像我去了大约可能不到1年就开始评职称。那个时候呢，范荣康就力推我连跳2级，要给我评高级职称。这个而且那个高级职称是回溯的。那以前那个时候中国做事都晚，比如说你现在给你评了职称，那是回溯到比如说半年以前，一般都是这样。所以那等于我一进去就可能是高级职称了那样。当然这个阻力很大，而且因为你职称是有名额的。对，那你这边破的太多了，别人利益受到损害嘛。所以后来就是我就是评成中级职称，也是破格。对因为你一般要工作几年才能评成中级职称嘛。但是他这么在这个报社的评职称的过程中力推我呢，结果使得报社的很多老人对我有了解了。那会就是好几个老记者，对，老编辑，对，来找我聊天。他说，说老范这个，在这个评职称的会上对你这个，对吧？夸奖有加呀。他说我们都想这年轻人什么样年轻人啊？老范业务水平这么高，他能看在眼里的人那我是沾老范的光嘛。所以就当时32岁，33岁。我进人民日报的时候是27岁。80几年。这个那一年到秋天满27岁，然后又过了2年就评职称。那我就被评成高级职称了，还不到30岁，29岁，对，高级记者编辑，就是叫做主任编辑，就是副高。总而言之，反正我不到30岁就是副高职称。对，我去赵子阳班子工作的第一个周末是我29岁生日。对，那个时候其实我们那时候不觉得自己多么年轻。这个我是到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就是说这么年轻，在这个层面工作，不管你是怎么样一个小喽啰吧，这就像说你是给这个，总而言之，你说工作的这个层面是很高的你虽然在这个层面是一个最低的。对，是我要到美国来的时候，这个美国福特基金会驻北京办事处的主任，他呢请我吃饭。这个老盖斯纳的儿子小盖斯纳当过奥巴马时代的财政部长。对，这个老盖斯纳跟我吃饭的时候呢，他给我讲这个事情。他说像你这么年轻的人在这个层面工作而且当然不止我一人，很多这样的朋友他说这个在世界各国少见的。是的。我心想你们民主国家应该是人才辈出，然后年轻人就早就可以有机会施展才能嘛。那我才意识到，就是说，确实这是一个特殊的际遇。所以为什么老讲，就是说这是一个人生这样一个阴差阳错的一个际遇啊。这些不是你一个人说我多么有才能，我多么能干就可以到那个地方这个完全是因为大时代大环境，还有那领导人这个各种各样的因素集合在一起吧。所以您刚才就说到小环境嘛，就这是第2段。对，第3段小环境呢，这个
你说我到报童那去工作，对，我觉得我现在年纪大了以后呢，可能人稍微温和一点吧。这个我年轻的时候呢，本来脾气就大，这个我还记得我们政改办新从贵州找来一个同事，他当时是贵州省委书记，当时是胡锦涛，他是胡锦涛的副秘书长，对，后来胡锦涛当了总书记，那个办公室主任，据说就是他给推荐的，当年他在贵州省委办公厅负责的时候，把那个人推荐成胡锦涛的秘书，然后那个人就跟着胡锦涛到了北京。说他呢，我们当时要从地方找一些有实际工作经验，那么又有思考能力的这样的人来参加政治改革的这样一个研究，就找到他来了。他非常出色思考能力也强，人也很有就是说办事能力也强，文字能力也强，所以他实际上呢，现在老讲我是13大报告的这个政治体制改革的这个起草人之一，那这个是，但是呢，主要还是他。就本来是我们两个人当时用一样大的力量，那一个是我参加政改办早，那政改办这边的很多的文字工作，就我和吴伟还有孙方明，我们3个人要做。那我这边做了都很长时间了，很多东西我放不下，特别是到了后期要形成文件了，那我当时也主要的写手嘛，这是一个原因了，就是说他来了以后，前面没有参与那么多，那现在马上就要开始指导13大报告了，我们俩去参加那里，他当然就在那边。更多的就主要是他来了以后呢，在一次座谈会上说，这个完了以后，他说，他说我是先到这个13大报告起草组那边参加了一场会，他说那边那个小吴那个脾气不得了，他说没想到到政改办这边这个小吴更厉害，对，这个那个小吴是吴稼祥，哎呦，对，吴稼祥呢，我们大学就认识，他比我大2岁，安徽长江边渔村这个出来的，他是真的是诗人，人家也发表过很多这个诗的，那么也是非常有锋芒，当时是非常有锋芒。那其实我们这个脾气呢，不是说个人关系上就是说座谈，比如说大家在讨论一个问题，那这个问题你不同意，那马上你就会说这个问题我不同意，马上就叭啦，对，就是说起来了。那在中共官场上哪有这么开会的，是吧？那其实呢，像这种情况，就是说，是因为报童，这个我老讲一个故事，这个胡耀邦下台以后，然后从胡耀邦那个班子里的有一个人呢，他一心想参加我们这个班子，那通过他原来是一个部长的秘书他通过那个部长那的关系就推荐到我们这儿来了，他第一次来参加我们那个会，对他一发言我们哄堂大笑。对，这个搞得他也很尴尬，后来我每次给别人讲这事儿，他们都说你们怎么那么没礼貌啊？我说你不知道当时的情景，对，报童讲完了他的意见然后那比如说陈一之讲了他的意见，然后等到这个人讲意见的时候，他当然就是说，报童同志当时讲的这个非常好，就什么什么之类，就至少有那么3-5句奉承话嘛。对他讲的这3-5句奉承话没讲完，我们那儿哄堂大笑。我们这儿没这么讲话的，大家都叫报童老报。老报，对，我们老报就是这个，老报讲完了以后，我们就说老报你这个不对，然后就这么讲了，然后就开始讲了。我们可能觉得前面老报讲的都非常对，但是就这一点，可能我有点意见，那我就是提这一点。这个和西方做学术研讨是一样子的，对的就不说了，直接说不对。对，那就不用说了嘛。这个不是让我来给你，就是说给你讲说你这个讲对，你这样讲对。我就是来给你这个哪里这个可能还有这个不足，我们可以讨论这事情嘛。这个是，所以你到这里呢，你和老包，那我和老包太对胃口了这个然后您原来写过文章还讲过，说报童也是这样对赵子阳说话，报童也对赵子阳讲话，就这么一个长桌子，对，腾还站起来了。对，赵子阳讲着，对，他说子阳同志，这个事情不是这样子，然后他讲着就激动了，他也容易激动，他容易激动。
所以现在再回头看，就是80年代，因为大环境是这样的，又在这些最重要的位置上有这样有开明民主意识、听得了别人意见的领导人，还是说是反过来的？这个东西呢，我觉得就是，首先你作为一个领导人，他有这样一个胸怀，他有一个气度，你像赵子阳，他不要想就是说我们年轻人了，提一个不同意见，这个对他没有任何政治上的威胁、权力上的威胁嘛，对他当然会对我们这样子。那这个当然对在中国的官场上你很难想象啊，他居高，你这算啊，这个一个普通小民是吧？那这个是另外一个，他就是哪怕是政治有权力有斗争胡乔木挑战他照样和风细雨，对，我觉得赵子阳这一点让我非常佩服那这个当然和个人性格有关系你看这个鲍同在回忆赵子阳的时候也是讲，他说赵子阳这个当初鲍同要被中组部派去给赵子阳当秘书，1980年赵子阳刚到北京，4月到北京，对吧？5月中组部派鲍同去给赵子阳当秘书。鲍同在文革前是中央组织部部长安子文的研究室副主任是相当于安子文的秘书。那他不是给安子文做办公室的工作，也是给他文字都是找他嘛，等于是安子文的大秘，所以他当然就去找安子文。安子文又是党内长期做组织工作，对干部都很了解嘛，所以他就去问安子文。安子文说很好，子阳同志有2个特点，第一是敏锐，第二是宽厚这个说你去吧。然后鲍同呢就对这点印象非常深刻，所以鲍同后来就说呢，他说我在赵子阳这个身边工作这10年，他说我觉得我就是向他学到了宽厚那么我个人的解读呢，就是说一个人要又敏锐又宽厚比较难比较难。那么像鲍同这样的性格，鲍同自己说我喜欢胡耀邦的性格，对，我年轻作为学生的时候我也喜欢胡耀邦的性格，对，因为我现在讲话讲着就好像坐不住的感觉呢，那这个非常有活力非常敏锐这个讲事情单刀直入是吧？那鲍同其实我跟着鲍同干活很高兴不光是因为政治观点上大家一致，那投脾气嘛投脾气，不光是做人这个投脾气，文字也是文字鲍同喜欢的就是说这东西要写出来眉清目秀，对，他是不喜欢一个打马虎这套东西，这个东西，对，那要有文采，但是呢又观点鲜明清晰，他喜欢这个东西，所以这些方面都很投气那这样的人呢，就往往就容易比较激烈，就往往容易就比较这个走偏锋吧，容易这个所以你像那个我说那贵州省委的秘书长，他一到我们这儿来，那中国官场上还有这种人，还有这么开会的，他觉得很奇怪。那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中央党校一个领导人，当时到我们这儿来开座谈会，对，因为中央党校当时也有组织了一套平行的班子研究政治改革，所以我们经常跟他们交流。那个人呢是负责这个班子的，他经常跟我们交流那时间长了也都熟悉了。有一次他专门把我拉到一边给我讲他说小吴他说这个，然后我讲了很多，对，他也是看了就是说年轻人可能是可塑之才吧也对我挺有这个爱护之心那给我意思基本上讲的一句话就是说不管多么激烈的观点最好能以这个非常稳重这样的方式来讲，对，这样来讲，我当时深深的感谢他了，但是这个东西你也知道本性难改这个再就有那个环境，所以我说这个小环境呢，实际上呢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在中国呢做事情呢，我的感觉除了政治上的这样一个来自专制、来自政治上的这样一套教条等等这样一个大的一个压迫以外呢，这个每一个小单位里的人际关系是非常难处的这么一个东西。那其实包括在不是在单位里边，到外面去那你包括你去开个会是吧？大家不同单位到一起来开会你也要看脸色讲话是吧？谁的官大等等等等。那你呢还在街上碰到一个人，你坐个出租车，他怎么对你互相之间这些事情呢？
这些关系都是我很不适应中国社会的一个因素。那我找的这小气候都不存在这问题，对。但是人民日报评论部呢，因为我进去当然是最年轻，资历最浅，但是呢很快呢就是说，可能别的人比你资深，在这工作时间也长了，本来有可能就是说，大家可能会排队，就是说下一个提拔可能是他，那他可能会慢慢的排队，就是说哟，这小吴可能要超过我了，对。那么这个呢就会引起一些利益上的一些算计了。那么对这个呢，我倒是无所谓。但是其实呢，就是说，因为就是说，我想就是说我不争这个东西，对。但是人家不能理解，你也不能去告诉人家，就说我不争这个东西，对。那我那时候也比较幼稚了，对。我曾经让一个朋友我说你给我写个条幅吧，对吧？挂在我办公室里。他说写什么？我说叫做不识腐鼠成滋味，猜疑远除未曾休。唐代诗人李商隐呢，就是讲这个，就是说我不知道这个腐烂的老鼠是一个好吃的东西，所以你不要猜测我作为一个凤凰，对，会吃这个东西，你不要不断不休不止的猜测我，然后这样的。结果这个朋友呢也是新闻界的一个人，他听他说这太厉害了。你这还得了？能不能这个东西我不能给你写？他说你要挂，我也劝你不要挂。后来我当时不太懂啊，我说我是表白，就是说我不会跟你们争的。他说你还学文学，你说人家是认为腐鼠成滋味，我说这意思就是说那些东西确实没什么意思吧。这个所以在中国呢很难处的就是这个东西啊，很难处的这个东西。这个我呢，我想基本上这个小环境里面呢。你比如说我在政改办工作那么长时间，我在那里我也不要官职，对，我什么都不要，对，这也是为什么我说完了以后我一定要回人民日报来。我回人民日报来呢，就是它毕竟是一个业务单位，对，就是说写文章啊，这个东西大家没什么好争的，对，这个当然也许大多数人都眼睛判断的眼光有问题，看着我写的好看他写的不好，对，但是反正人大家就这么判断的，对吧？这个但你要在机关里呢。这东西就有点问题了，啊！你在机关里边，就是你要还是这么率性，哪怕是报童给你做领导，哪怕这是一个政治观点大家都差不多这样一个单位啊，但是时间长了，啊，那你完全就仰仗就是说一把手喜欢你啊，你能干活，那大家更对你有意见了，啊，实际上前段时间我还和政改办的一个老同事聊起这个来。那我倒不知道。他说，你在政改办和谁关系都好啊。我说是吗？我说我倒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啊，因为我要说什么就说，很直率。他说，他在用很高级的形容词夸奖我。他说你倒是典型的外圆内方，就说你日常生活和人没冲突，和大家都挺好的，但是反正到了讨论问题的时候，那你就那样，那大家也知道你是在讨论问题，后来我想，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我没有利益之争。对，我在中国工作这么多年，这个在这两个单位包括其实在第一个单位，都是有点特权的地方。对，作为首长的秘书有特权。我在人民日报很快就升高级职称，那受到领导赏识，这个也算是我们其他的同事。可能不像我那么有名，因为我经常自己署名写文章啊，他们也写一点，写的没那么多，那么到了政改办也是这个样子。但是我想，第一，我没有任何官位，对，我也不要官位；第二，我不要房子，我也没有房子，对，这些东西我都不争，你不要，这就是这个问题，因为82年代大家可能都没钱。所以你那时候考虑过日常生活吗？日常生活嘛，你一个人很简单，食堂吃饭发工资，食堂吃饭这没问题吧？光工资就足够用的了，然后还有稿费，稿费就存在那里买书吧，所以那时候是没有经济压力的感觉。不过我这个人呢，我们家的家教可能从小对这个物质和金钱没有这方面的教育，对，现在老说打酱油的。对，我们那时候去打酱油很逗，我妈比如说
看这个酱油瓶说，这个酱油瓶1毛钱肯定打满了，就给你1毛钱。结果你今天去打酱油，不知道为什么，对，可能7分钱就打满了，那人家供销社找你3分钱，那我这3分钱回来一定原数交给我吗？对，我们家的孩子都是这样，这里面没有教育。我发现我的小孩子，对他们小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哎，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他这样子，他天生就这样子。所以也不是视金钱于粪土，就是没有钱的概念，没有钱的概念。可是也没挨过饿，因为我刚听，其实您刚开始用了一个词非典型。你看你是最基层的党员干部家庭，但是很多人为什么我们现在分析，很多人为什么在这个系统里头那么急功近利的靠近权力？因为靠近权力他会吃得饱饭，对，可能你靠过去了，你就吃得饱。文革的高潮期间，其实我们生活的非常苦，基本上那时候我失学嘛，只要是不是冬天，都是挖野菜为生。吃野菜，但是不是全部吃野菜，就是说你如果没有野菜的话，你要饿肚子了，当然再补充上一些粮食啊什么之类的。所以你也是饿过肚子，但就这样也。但是我从来对物质的东西印象不深刻。马斯洛有一个需要层次理论啊，其实我发现这个需要层次理论呢，能够解释我的这个很多决定吧，人生当中重要的决定。但是我不能解释，就是说我为什么是这样一种情况啊。马斯洛需要层次基本上第一层所谓 physical， 这样一个需求，那接下来就是身体的物质的生理的这样一个需求。第二层就是安全，第三层是这个归属啊，你有一个圈子，有一个组群啊，有一个别人对你的这样一个认可。第四层叫做自尊，第5层叫做自我实现。我觉得我对自尊的和自我实现的这个要求非常之强烈。那我对于前3层基本上没什么要求，你就已经直接跳到最高了。我是一个空中楼阁，对，直接就进入最高层次的、相对高层次的那个需求。这就是那我不能解释我为什么对前3层的需求这么低。你比如说归属感，我永远一个人待着，我都可以很高兴，对，我从来没有感到过孤独过。这个那可能和我阅读有关系。对，我老实讲，我最好的朋友都是死人。我想我在大学做的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到死人中去寻找自我。对，我也老给廖一开玩笑，我说，你看我一天到晚就是，对，与死人说话，与活人吃饭，这是我的基本的这个家庭之外的生活，就是这2条。就说你可以从很多历史上的那些人那里，你找到你的归属感，这个你觉得我和他们是一起的这样一个人，这个我觉得这可能完成了我的归属的这样一个要求吧。那另外呢，可能和我从小崇拜的英雄是孙悟空，对对，孙悟空呢就是大闹天宫时期的，不是他那个从山底下那个被救出来以后的那个孙悟空，孙悟空，我也觉得他没有归属感，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对，其实呢，我在美国为什么我对这一点体会深刻呢？就我在美国有一些年不能回中国去，那当然我那时候我母亲现在健在，那时候我父亲也健在，那我当然心里有很多的亲情的这样一个牵挂，也这方面有很多苦闷吧。那我又单身一个人，读书又那么苦，而且感觉了也有某种羁绊，对，所以后来我就给朋友讲，我说我知道孙悟空为什么本事这么大了，石头缝里蹦出来的，没有软肋，所以这个，那你像这种就是说亲情家庭的这种归属，这个东西是自然的，它完全是一个血缘的东西。但你要说在别的方面我和他们有什么归属感，这东西就很难了嘛，这东西很难。所以我想，基本上一个人如果能够精神比较独立的话，对归属感的要求应该不是那么强烈。